完了，我们又低胎压了，报警了！天哪，这咋办？还没到下一个小镇呢，我们现在还在高速路上呢，路中间没有水了怎么办啊？没有水了，一瓶水都没有了，我们等一下会渴。而且这个荒山野岭连信号都没有，电话也打不了，联系不了。妈呀，这小镇发生了啥？为啥这边的水都被抢购光了？这水感觉再不买也要没了。这是什么情况啊？这小镇水灾呀，这是闹水荒啊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看我们这营地的入口有多么的黑，太可怕了！我们现在已经是半夜1点半了，连夜逃离了那个房车营地，再不走，我们一家4口就要被吃掉了。大家好，我们是住在加拿大的凯文一家。这次我们开着凯文爸自己改装的房车，从加拿大入境美国，去探索了神秘的美国西部。在这里，我们收获了无数宝贵的回忆。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美到窒息的天空之镜，打卡全世界第1家肯德基，第一次体验野地露营，在美国科罗拉多河边的悬崖上为凯文宝贝庆祝7岁生日，在无比震撼的纪念碑谷谷底惊叹上帝的伟大杰作。第一次在美国鲍威尔湖上开着游艇登上沙滩，在40多度高温的赌城拉斯维加斯感受这里的繁华与喧嚣。接下来就请跟随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难忘的旅程吧。爸爸就要登上这个 UFO， 我们将持续更新房车美国行系列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视频更新的通知了哦。大家也可以关注订阅我们的 Instagram， 搜索 Kevin Family 520，可以看到更多在我们 YouTube 频道里看不到的幕后小花絮哦。现在就让我们从第3集开始吧。天哪，我们的轮胎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漏气了可能。这下完了，那我们有备胎吗？我们现在正在从盐湖城去 Mob 的途中，昨天晚上在这个休息区过了1夜。早上起来，爸爸就说这轮胎好像有点漏气儿，结果我们全都洗漱完毕了，刚要出发就开始报警了，说轮胎胎压不对。然后没想到才开了几秒钟，就听到这个轮胎压着皮的声音。果然一停到这个车位上，一下来发现轮胎已经变成这样了。我们2个小宝贝刚系好安全带，我们刚要出发，这个休息区都还没出去呢，轮胎就瘪了。天哪，这怎么瘪成这样了？这得是扎了多大一个洞啊！在这儿啊，看到那洞了。现在爸爸要把这个轮胎在洞的位置给它旋转出来。那刚才压那个轮胎皮这么长时间，那轮胎皮没有被压破吗？没事，可以补好。我要先熄火。我还不知道他会补胎的。爸爸说他出发的时候自带了补胎工具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要不然我们今天还走不了呢，还得求助呢。给他们开个排风扇吧。好，现在我进去给2个小宝贝松绑。来吧，给你们2个解开安全带，爸爸要补胎，估计要补半天呢。小可爱还抱着樱桃，樱桃先给你放起来。行，你们2个在这上会儿网吧，给你打开换气扇。
爸爸在下边补胎，对他俩来说还是很好玩的事儿呢，是吧？现在先给他俩打开这个侧旋窗，啊，一打开就有凉风进来了。然后这边再把我们的上面的换气扇，这个换气扇给打开，这样换气扇跟这个侧面就形成对流了，里边空气就流动起来了。哇，现在外边可热了呢，这边现在得有36度了，阳光是真明媚呀，好晒呀。一定越往下越热。但是我们车里还挺凉快哎。现在两小只已经上网了，用我手机的热点分享热点给他们俩，现在可以看动画片了。我跟爸爸在下边看看那个胎，把那胎补好，我们再接着出发。爸爸已经戴上大草帽了，这边太晒了。临时补了一下。啊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就是弄到这上面插进去再打。哦，这个是补胎工具。对。现在正在打气呢。充满了。这个气现在已经充到胎压是多少了？58。PSI。没有带漏气了，现在。还挺黏的。我刚才看你碰它，可能走在路上它就不粘了，沾了土就不粘了。多亏爸爸的工具带的齐全。之前扎了一个洞，我用这个东西补的。然后它可能自己掉出来。我说怎么突然？这个不是很好用，它这个。这个扭进去以后一掰断，前面这个螺丝就堵在那个洞里了嘛。然后这个不是很牢固，我又用的那个补胎胶补的。感觉这个胶比较好使，比较黏，但过后也要找那个胎 repair 去修一下，这个只能临时补一下，不漏气了。现在爸爸已经补完胎，都打完气了，然后他说要在这个休息区绕个2、3圈，看看这个胎怎么样，确定没有问题了，我们再接着赶路。昨天晚上就在这休息区过的夜，这边有好多大卡车绕这场地转2圈。怎么样啊？这胎能坚持到下一个小镇吗？可以。可以啊！哇，太棒了！那我们就放心的继续赶路了。行，没有漏气。好。已经开出将近20分钟了，现在感觉我们的胎压是不是还行？目前一切正常。那就好，应该还好。完了，我们又低胎压了，报警了！天哪，这咋办？还没到下一个小镇呢。还有25分钟。还有25分钟才到下一个小镇，然后我们胎压又开始报警了。对，我们轮胎又开始漏气了，这下完了。不太行了。这可咋办啊？我们现在还在高速路上呢，在路中间。哎呀，这可咋办？那我们能不能一直充气挺到下一个小镇啊？完了，我好像又听到那个压轮胎皮的声音了呢。对。天哪！废了。废。你俩在这儿坐着别动啊，爸爸妈妈下去看看轮胎。我的天哪！哎，什么样了？不行。完了，又变成这样了。哎，我们的轮胎又憋成这样了。那你能再修补一下，然后挺到下个小镇吗？只能试试了，还有25分钟。那再试一次吧。最起码刚才你补的这个已经开出20几分钟了，是吧？它还是挺了20多分钟。对，我们这儿不危险。应该没事吧？这个位置。
行，我们应该不耽误其他的车。是你刚才补的那个东西掉了吗？还是怎么的？掉了。那就在这儿补啊，还是你再把车子再往这个里边靠一点，再把车往这个离那路边再远一点吧。这车速都好快呀！现在爸爸再把那个轮胎再调整一下，还得用刚才的同样的方法，让它再挺个20几分钟，怎么也得挺到下个小镇才行。找专业的帮我们修。看到了吗？我们轮胎。哎呀，我去！啊，又瘪了，这回瘪茄子了，瘪在荒山野岭里了。啊，瘪了，太惨了！我们的轮胎第一次瘪成这样。再调整一下我们车的位置。这个就是刚才你补的那个位置。哦，刚才你上面粘的那个黏黏的那个东西没了。就是补不住，太大了这个洞。就是洞太大了，还得再拿出工具箱。可是我们没有水了怎么办啊？没有水了，一瓶水都没有了，我们等一下会渴。哎呀，对呀，我们今天早上正好把最后一瓶矿泉水给喝了。然后本来想着开到下个小镇去沃尔玛去买水呢，这还没来得及买水呢，我们的车就坏在这个途中了。啊，天哪！上帝保佑我们！希望这次你补的这个还能再挺个20几分钟。哇，这个洞破得好彻底呀！会被晒死的。啊，这会中暑。荒山野岭当中，坏了。看这边，又撕出来一条。对，只能在爸爸这儿啊。我们那个车的那头全是车，你俩只能站在这儿啊。那不会饿了吧？啊，没事，我们冰箱里边还有卷饼呢，还有一点吃的。只要爸爸补的这个能挺到下一个小镇就行，我们就得救了。彻底的瘪了。对，凯琳就坐在这个副驾驶啊，不能去爸爸那头，只能在这儿坐着啊。哇，要费这么大劲呢！我们的车现在都是斜的，在这路上停着。过来，有车。上来吧，凯文，外边太晒了。对，有车。对，你们两个在车上待着啊，然后千万不能到爸爸那个驾驶位去啊，只能在这个副驾驶待着。一会儿妈妈关，凯文，塞进去啦。你们俩在这个地方玩一玩吧。别往马路上走，这路上的车速太快了。现在又开始充气儿了。你俩在这掰腕子呢，还挺会玩呢。啊，一个捡了个轮胎皮，还有一个捡了个棍儿，木棍儿，在这看谁的更坚硬。小孩子多快乐呀！遇到这种情况，大人着急，他们两个还玩得可开心了呢，真好。充了半天了，快充满了吧？
还剩这么一口水了，这还是昨天的水呢。暴晒了这么长时间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喝了。现在好渴呀。好啦，咱们先打这么多吧。啊，先打这些。先往前走一下。嗯，看看能撑多久。又被爸爸填上了这个洞。走啦走啦，这俩还玩上瘾了，走，上车了。我害怕又缺气儿了。又缺气儿也没办法，就只能再补，就一直这么撑到下个小镇才行。看橘子味儿的气泡水。多亏我们还有2瓶气泡水在车上，要不然会渴死了。再给爸爸拿一个冰镇的，看我们这个冰箱里还有4瓶气泡水，冰镇的。来，爸爸喝一罐。我快中暑了，外边得有35、6度了，太热了，好解渴吧？还好有气泡水在。一会儿得去超市补水了，系好安全带，出发。我们还得快点呢，开到下一个小镇也得下午3、4点了，不知道那个补胎的店还开不开门。这种偏僻的小镇上，可能人家下班都早。我害怕那家关门后我们就废了。我们就废了，没事，废不了，有爸爸在，不会废的。我们离下一个小镇还有25分钟。哎呀，上帝保佑我们能顺利的抵达这个小镇。这边景色倒是挺好啊，还可以欣赏一下美景。天哪，你看这个，我们这一路都是盘山路，多亏我们刚才坏的那个地方旁边还有一个 turn out， 还能停一下。这要是在这儿坏了瘪了的话，可废了。我们连边上连停的位置都没有，天哪，太可怕了。现在就是希望能停到小镇吧。天哪，现在我们还挺紧张的，因为沿着这个路，这种盘山道边上连个把车停下来的地方都没有。这要是突然又瘪了的话，可怎么办呢？现在爸爸也可紧张了，千万不要在这种地方瘪胎呀。像这种还行。如果是有这种空的地还行，要瘪了的话还能停下来补胎。但是到了前面这种，如果在这种地方一下突然瘪了胎，可麻烦了，就不知道该往哪儿靠了。速度不能太快。我们得慢慢开。了就会失去控制。对，有这种还行哈。如果要是瘪胎的地方旁边有这种还可以。祈求上帝哈，上帝保佑我们。堵车啊！堵车？啥情况？前面竟然堵车？这种地方怎么会堵车呢？没有，我们的胎现在反正看着还是缺一点气。那就是还没漏。刚才我只打了一半。有一点瘪，不是那种特别满的那种。这是啥情况啊？我们越是着急去小镇，还路上遇到堵车的情况，怎么这么巧呢？你说这，哇，终于走了，终于走了，耶！终于可以继续往前走了。哎呀，紧着着急，他还紧着堵车。这样速度就速度现在是挺慢的。其实堵车是不是也是好事啊？对，我车现在不能开太快。我们还在山谷里。车，你干嘛呢？走快点儿，走快点儿！车，快走快点儿！这俩干着急呢，跟着爸爸妈妈一起着急呢。快点走！车，你干嘛呢？开快点儿！要等不及了。他们也听不见你俩说话呀。看我们前面又堵上了，又开始堵了。这家眼瞅着小镇就到不了了。还是一半。看我们现在前面堵的，后边堵的，还是一半。一半是吧？而且这个荒山野岭连信号都没有，这一个格，你看我连 YouTube 我都打不开，电话也打不了，联系不了。这要是一会儿求救电话也打不出去啊！天哪，我们前面已经堵了快20分钟了，一动也不动，这啥情况啊？我不要你哭啊！妈妈没有哭，妈妈就是流了好多的汗，
然后流到眼睛里了。15分钟到补轮胎的地方，我倒的是。就是开到几点钟啊？我们到了那儿不会都已经下班了吧？没关系，现在3点20，来得及啊！大家看看我们前面，一动也不动，我们已经在这儿卡了快半个小时了。这太阳晒的都不行了。我要奥利奥！哇，前面终于动弹了！耶，终于动弹啦！对，远处的车终于开始走了，哇，太不容易了。我们的空调都已经感觉都抵挡不了这个烈日了，晒得我的这边的胳膊都疼，好晒。这个玻璃都是烫的。Thank you， 看我们的轮胎，还是只有一半，跟刚才一样，好像没怎么撒气儿。是不是在修路啊？才这么堵车呀？有可能。哇，前面一个大山坳，好像是把这个山给劈开了。哇，这坡可真大呀！再往山下走，哇，好险峻的这儿。啊，就是这边在修路，导致刚才堵了那么久。就这儿。哦，这边变成单侧，就是单行道了。双向的车每一次只能有一向的车通行。看这边现在又堵上了。看看我们对向的车道，堵了这么长了，比我们那边堵的还长。开了这么久了，还没开过去呢。那个都快1公里堵了。啊，得堵了1公里还多了。哇，后边还有呢，堵了这么多车了都。可能第一次补的时候，我胎压打得太高了，补的那个位置就被那个很高的气压再往外顶。这次我只打了一半的气儿，它就没有脱落。就是气儿打太足也不行。我们已经从那个山坳里边出来了，现在走到平地上来了，现在心里面总算有点底气了，没有那么紧张了。哇，终于到了！感谢上帝，让我们平安顺利地抵达了这个小镇。哇塞！两个小可爱，妈妈帮你俩松绑。我们的车现在停好了，爸爸进去咨询去了，看看我们的胎跟刚才补的差不多，好像爸爸第2次补的这个胎起作用了。看，气球。啊，看到气球了。还有黄色，还有紫色，还有那个 green。啊，好，过几天凯文过生日，给你买气球。耶！如果生日别忘买那个分层的那个。啊，好，分层那做实验的。哇气球。现在把车先开进来，哇，交给他们。好。好了，我们的车停在这儿，让他们修。已经把我们把轮胎给卸下来了。以后我真应该配一套那个电动扳手啊，就是租，就是能把那个轮胎拧下来以后换备胎，可以自己换。但是你看它那个千斤顶要比较大颗的，太小的千斤顶不安全。主要我们这车也太沉了。对，他说半个小时就补好，然后收我24美元。这么便宜啊？对。哇！你要是换一条新的轮胎，怎么都要250美元吧？哦，天哪！气球好棒！这俩跟小哥哥玩的可开心了。小哥哥送的气球，嘿，哇哦！Thank you。真好玩。凯琳再去把你的气球拿过去。凯琳的气球爆炸了，现在那小哥哥又给他吹一个新的。Thank you。哇，真好，又飘过来了，耶！哇，我们的胎已经补好了，正在往上上呢。几分钟以后就。好快呀！他们补胎速度也太快了吧！专业的，他们是专门修轮胎。这专业的事儿还得专业的人来做呀。你看几下就装上了。对，哇！现在接下来就是充气儿，充上气儿就好。
耶，好棒好棒！啊，好厉害！耶，来啦！我们的胎已经装好了，好快呀，不到半个小时就给修好了，好赞！他仨玩的可开心了，在这儿还交个好朋友。嘿嘿，现在爸爸要把车倒出去。爸爸先去试一下，感觉小哥哥好厉害，小哥哥太可爱了，在逗他俩玩呢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哎呀，我们的车终于修好了，这俩还得俩气球哈，送了香片，香片挂在这儿的啊。他们家的人都可淳朴了，感觉。哦，对，脸上都写着善良。对。特别是他们家那小孩特可爱，他家服务这么好，有没有给点小费啥的？啊，给换轮胎那个人4块钱小费吧。啊，走，去超市补充水资源。今天真的是没有想到会遇到这种情况，差点就没有水喝了，在路上。啊，真漂亮！成功解决问题，太好了，今天总算是有惊无险。好热呀！啊，好热呀，快进去吧，晒死了。看看晚上是这样，还有早上是这样。啊，对啊。这昼夜温差太大了。正好这 Plaza 里边有一个小超市，进去补充点资源。哇，他们家有一个这种小孩推车。哎呀，感觉凯文太大个了，好像。哎呀，还真挤进去了你俩。我感觉稍微挤。啊，稍微有点挤。好，哇，这里真凉爽啊！这小超市里还有星巴克咖啡呢。想不到我们途中遇到的这么小的小镇，还能有这么齐全的超市。感觉美国和加拿大就这点挺好的，不是说只有大城市才有很好的配套，这种边边角角的小镇啊什么的，该有的也全都有。这一个纽约牛排9块5毛9，跟加拿大比呢，价格怎么样？似乎是差不多，好像稍微便宜一点点。哦，这边都是水饮料，这回我们可得长记性了，不能断水啊。这一大帘的矿泉水是6.99美金，就24瓶一共。爸爸说直接来2帘，买太多车里也装不下，现在我们车里边东西太多了。这样天天的看。买完单我们就离开这个小镇继续赶路。对。舍不得这推车呀，这超市的推车对小孩好有吸引力啊。一天在玩这个推车。走吧。我要吃推车。哇，这个阴影里面跟阳光里面得差了5到10度，站到阴影里之后马上好凉爽啊！就是刚才我们从他们这个超市里面出来的时候，然后在出口的那个地方放了一个小篮子，上面写着如果你要捐献自己的爱心，然后你可以在他们超市购买的东西放到那个篮子里，他们会统一送到那个 Food Bank， 然后去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吃。在加拿大和美国都有这个 Food Bank， 就是我一直都觉得特别有爱心的那种感觉，很温暖的感觉。我觉得这边特别关爱那些弱势群体。这么多年自驾游下来，我们发现就是我们中国人的餐厅真的是无处不在，不管我们开到多么偏远的地方，基本上都能找到一家中餐厅。在北美，无论走到多么偏僻、犄角旮旯的地方，一抬头总能发现什么 Asian 啊、Panda、Great Wall、Bamboo 啊之类的中餐。离开 Price 小镇后，我们怀着轻松愉悦的心情继续前行。再过2个小时的车程，我们便可抵达某 App 小镇。这个被誉为犹他州最著名的地质奇观天堂，也是户外爱好者们的梦想之地。每年，某 App 都会吸引无数探险者与摄影爱好者，因为这里是前往美国著名的拱门国家公园和峡谷地国家公园的门户。随着车程的推进，窗外的美景渐次展开，连绵起伏的红岩山脉与峡谷地貌让人目不暇接，仿佛置身于一片超现实的画境。
我们已经到了MOB小镇了，爸爸先加个油。加完油我们干嘛去啊？等一下去营地。这个MOB小镇这么出名，它这儿的油价贵不贵？之前路上3块多，这块是4块2。哦，果然呢，这旅游胜地，油价就高。现在爸爸要开始擦一下我们的挡风玻璃。结束，出发。好，走。哇，这边有一个房车营地，就是爸爸搜到的。现在我们进来看一下，看看他们家有没有位置。一辆车20一晚，然后老年人 senior 是10块。这是政府开的营地吗？是。给你来一个。自己找的一个位置，然后走过来付钱。哇，我吃过虾。这营地也太美了吧！这边还有洗手间。这也太漂亮了吧！看我们房车停好了之后，身后就是这个红色的悬崖峭壁。这悬崖离我们也太近了吧！就在我们车的后方。这一个营位这么大呀，这面积。哇，这块还有 fire pit， 晚上可以生篝火的。嗯，明天可以准备一点木块什么的。他们2个又可以烤棉花糖了。对，这个 fire pit 很大。嗯。可以带一个气球。看，我帮你拿的。走，现在我们跟着爸爸一起去付费了，一起走到门口去。每一个营位前面有一根木桩，上面如果夹了这个纸的话，就说明这儿已经有人付过费了，这个位置就被占领了。还有好多人是在这边搭帐篷。哇，快看远处有2只大鸟，不知道是啥动物，没见过。什么品种啊？这是不是纯野生的？凯莉，我要拿一个石头。现在爸爸在门口这儿准备付费了，最多可以住13晚。是吗？哦，这边是可以直接刷卡的，就是每天中午之前去续第2天的。哦，那样我们就先定2天哈。16号营位2晚42。付完钱，这边出了个小票。回去以后把车牌号填上去，夹在门口的那柱子上就行。哦，好的。我们住的营地就是这个名字。你如果不用信用卡，用现金的话，就是在这儿取一个这个信封，付款信封，把20美元现金放到这个信封里，然后上面填上你的车牌啊、信息什么的。这边有一个回执，把这个回执撕下来一个，等一下夹在那个营位门口的那个木桩上，剩下的封好了以后，顺着这块投进去就可以了。好了，现在付完钱了，我们回营位了。爸爸现在要把这个小卡片填上我们的信息，然后夹在那个木桩上。好，我们是16号营位，对，直接夹到这里，这样我们就可以随便离开了。现在我们开到MOB小镇上面，找一个 market 去补给一点水。刚才我们订的这个营位是政府开的，然后它很便宜，但是便宜也就意味着什么配套都没有，就没有水也没有电，就只配了一个简易的厕所。我们房车上面那个1大桶水也正好用光了，现在还得去小镇上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，哪个超市能不能 refill 我们那个水，要不然这2天在那个营地的话，就是连刷牙洗脸的水都没了。但是这个营位的一个非常好的好处就是它离市区特别的近，就是去那个MOB小镇去逛的话，特别的方便。现在是晚上9点，这个小镇的街道上面也不是很热闹了，车也不是很多。这边还有挺多的车，还有人，这边还挺热闹的。看现在的温度还要31度呢，好热呀外边。我们搜到这边有一个 City Market， 好像还挺大的一个超市，看看他们家能不能 refill 我们的水。
妈呀，这小镇发生了啥？为啥这边的水都被抢购光了？怎么这么可怕？要不要再备点？有一种恐慌的感觉。看这边货架全都空了，就只剩下底下这些水了。现在我们没有办法 refill 的话，只能用这个还算是相对便宜的水来刷牙洗脸了。这一桶是1加仑，1.49美金。哇，这水感觉再不买也要没了。这是什么情况啊？这小镇水灾呀，这是闹水荒啊！我们赶紧收2桶。这2天在这个营地，政府的营地没有水没有电的，我们只能靠它来刷牙洗脸了。天哪，他们家怎么连牛奶都被抢购，都没了？你看看，全都空了，这是啥情况啊？这是。还好我们平时喝的这种牛奶，这种牛奶还有。透露糖那个。哦，看它这边的货架，基本上好多都空了。看这边的果汁也被抢购一半了都。拱门。哇，过2天我们就去这儿了。这边卖好多 Mob 小镇这边的纪念品。再选一盒面包。你们2个正好坐筐里，大小正好，再大点都坐不下了。今天凯琳的气球爆炸了，哭的哭的可惨了。我的气球也爆炸，那我没哭，我勇敢。对你勇敢。这回爸爸给他俩买了一袋。这边有一排的 Asian Foods， 我们去看一看。老干妈啊，这儿还卖老干妈呢，老干妈4.79美金。然后有酱油、辣椒酱，还有辛拉面。辛拉面这一包是5.49美金，每人1包，好吧？嗯，这边还有 seaweed， 他俩的最爱。一人1包。好啦，现在我们去买个单，然后就可以去麦当劳蹭蹭网，吹吹空调，等温度降下来，我们再回房车里睡觉。帮爸爸干活了。天哪，凯琳怎么这么有劲儿啊！好，大功告成。现在整个街道都已经空无一人了。哇，这家麦当劳这么晚了，里边还有那么多人呢！哇，现在都已经快晚上10点了，外边的温度竟然还要31度。唉，这么热的话，因为我们车上没有空调，我们现在没有办法，只能温度再降一点，我们再回营地。走，跟爸爸去上网了，走。先给他俩点个儿童套餐，我们还不是很饿，他们2个1份儿童套餐，我们2个再点1份儿，然后在这上会儿网，我们就回去睡觉。凯文小宝贝儿在那看着我们的电脑包呢，这边有纸抽，这边是番茄酱，一会儿他们会给我们的餐送过来。看我们凯琳小宝贝儿多孤独，一个人坐在角落这儿上网，因为他的 iPad 刚掏出来就没有电了，然后只有那边有插座。嗯，爱妈妈，一会儿你那个冲一小会儿就可以玩很久，然后就把你给接回来啊。小可爱一看餐来了，忍不了了，直接冲过去了。我在这儿帮他看着 iPad 呢，还是这个麦当劳凉快呀，我们车里太热了。喝个牛奶，对，这里还有苹果。哎呦我天，大人的那个好大。凯琳好喜欢这个迷你薯条。现在去接一杯饮料，这边是饮料机。好了。这个被爸爸掰的7、8碎的这个汉堡可好吃了，有生菜，还有西红柿，还有培根，还有牛肉饼。没了，走吧。可以回营地去睡觉了。现在已经多少度啦？温度有点降下来了，现在是27度。哇，现在27度，正好了。我们可以回去睡觉了。耶，好棒！这回可以回营地啦。
哇，现在是半夜11点半，看我们回房车营地的途中，漆黑一片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看我们这营地的入口有多么的黑。现在大家都已经睡觉了，我们要悄悄地开到营位上。哇塞，我们停好车之后，外边漆黑一片，然后整个星河都能看见，好像能看到银河系的那种，特别的漂亮。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！我们现在已经是半夜1点半了，连夜逃离了那个房车营地，再不走，我们一家4口就要被吃掉了。现在我们全家终于从刚才那个上万只小鸟的营地跑出来了。我们车里刚才得有1000多只小鸟在我们的车里。而且那个小鸟个头特别的小，就是我们这个纱窗根本就拦不住，就它个头太小了嘛，就从我们那纱窗网里那个洞就不停的往里钻呢，就是一批一批的往里钻。然后刚开始的时候还只有4、5只嘛，我们还没太当回事儿。结果随着时间不停的拉长，在我们快要睡觉的时候，发现整个车里都有1000多只，密密麻麻的，天哪！刚才我说有很多小人，爸爸说没事，还有再过第2天，还有爸爸看到有好多小鸟是飞行了。虽然这块没有小鸟，但是我们把小鸟带到了这块啊，那怎么办啊？我们刚才从那个房车营地，然后开了1个多小时，终于开到了这个城外的一个休息区。然后这个休息区这边终于没有小鸟了，我们把所有的门都打开了，然后把这车里的得有1000只的小鸟全都往外轰呢，太吓人了。刚才给凯文吓得都吓哭了。爸爸在那儿正用手机查明天的攻略呢，然后凯文就跟爸爸说开始进小鸟了，然后爸爸还不以为意的说哎呀，小鸟又不咬人，没事的。结果没一会儿发现妈呀，1000多只进来了。就刚才我们这个侧面的这个纱窗，它那个眼儿，我们就觉得肯定进不来呀，这都是有纱窗嘛。没想到那小鸟这么小，就是每一只小鸟都跟我们这个纱窗上面那个网格一样大，然后就直接从这格里就咔咔的往里钻。天哪！然后刚才还有一只特别大的一个像蟑螂似的，然后在我们这前面一直在飞。蟑螂。爸爸还以为是蜜蜂。对，爸爸说是蜜蜂。太可怕了。其实好像长得像蟑螂。哎呀妈呀，太吓人了。你刚才哭一点。刚才凯琳也吓哭了，然后凯文也吓哭了。你俩凯琳刚才哭一点。哭了一点。刚才我哭的3滴。凯文哭的最严重了，然后我要下车，他都不让我下去，就是死命的拽着我。是我看到那个玻璃上都满了。对，是的，就我们一回头，然后仔细一看，我们整个那个玻璃窗外边趴着密密麻麻的那个小鸟，特别可怕。风又大，然后又没有虫子。天哪，我们那40美金2个晚上的营地费算是白交了，白白的浪费掉了。哎呦我的天，全都疯了，太可怕了。爸爸后来都受不了了，爸爸说他密集恐惧症都犯了。对，爸爸错了，因为爸爸就觉得我们这么密闭的那个各个纱窗怎么可能飞进来呢？然后做梦也没想到那小鸟的个头能这么小，连那纱窗网都拦不住。哎呀，太吓人了！我们再也不去那营地住了，那政府开的那荒山野岭的营地，今天去的时候老兴奋了，说哎呀太漂亮了，我们要在这儿住1个星期。多亏今天爸爸没有直接付1个星期的钱，要不然我们的钱就全部都打了水漂了。哎呀，连夜逃离，这都后半夜1点半了，全家在这赶蚊子，不是赶小鸟。关门，这回关门。好，这回我估计车里干净了吧？看这个休息区这边多干净啊！这个大的路灯底下1只小鸟都没有，特别干净。刚才凯琳吓得都叫了。凯琳也吓坏了，都快晕倒了。吓得都叫了。
嗯，是的，吓坏了。天呐，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？我们怎么这么倒霉呀？从一大早上睡醒就开始爆胎，然后大半夜的又连夜逃离，差点被那个小鸟给吃了。从早上一直折腾到现在，都已经后半夜快2点了。我们房车生活有史以来经历的最倒霉的一天。现在爸爸还在最后奋战呢，还剩个10几只吧，目测。我得帮凯文找干净啊，到处躲呢。凯文睡不着觉是吧？凯文今天已经留下严重的心理阴影了。他说他再也不要去那营地住了。然后这个休息区不但没有小飞虫，还特别的凉爽，而且还不用花钱。接下来我们就打算每天晚上就到这个休息区过夜了。看我们的小可爱下来吹风啦，下边真凉快呀！现在已经降到24度，特别舒服。好了，大家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，拜拜。